大家好，你们可能知道我2个月之前受伤了，手指骨折了。虽然很不方便，但从医疗的角度来看，这种伤并不严重。不过我以前真的受过挺严重的伤，还住院了几天。最近因为疫情，所以不敢出去理发，不得不当光头了。头发剪掉了，看到伤疤让我想起来这个伤。我毕业之后上班了一段时间，存了点钱，想靠这个小金库过一段不用上班的日子，来追求我自己梦中的目标。但是因为美国生活费太贵，所以我开始想搬到国外。那个时候我选择住在泰国，因为泰国很便宜，有很多老外以及相关的服务。还有大家都知道我比较喜欢榴莲，最后我讨厌冬天，所以我把房子退了。东西全都卖掉了，除了一个包里面的衣服和其他的东西，我就一无所有了。然后正好认识了个漂亮的女生，跟她开始交往。我们没过几个星期在一起，我说你要不要退学，跟我去泰国1年？她说好。我航班已经订好了，所以我没跟她一起飞过去。我比她早到5-6个小时，去了附近的曼谷酒店，银行卡不允许我提款，然后一个当地的司机带着我兜兜转转的跑了好些地方，终于拿到了钱。So moral of the story， 一定要带点现金。后来到了酒店，东西放好，洗了个澡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国外，我想去便利店看看他们有什么好吃的。但当地时间已经3更半夜了，在711买了2包零食就回家了。回家时，有条流浪狗突然冲了出来，吓了我一跳，差点就被狗追到酒店了。这件事情已经是那种在老家不可能发生的。回去睡了3-4个小时，再回去飞机场接我的女朋友。到了那边就开始胡思乱想，难道她骗我不来了？也是一个刚认识的女生，怎么跑到那么远的地方跟我来呢？在美国多久？她出来了，然后我们一起找了个司机送我们去芭提雅。我们最后的目标是清迈，但那边的春天有很多污染，而且曼谷太贵，所以我们就打算去芭提雅2个月。哦，对了，芭提雅有全世界最大的红灯区。我们到了芭提雅之后，找了个房间住，还学了当地的交通系统。交通系统就是路上有很多卡车，你随便叫个过来，坐在后面。我发现泰国有一些地方没有美国的安全，有的饭店不太卫生，交通意外很常见，那边就像没有安全意识一样。但我就逐渐的习惯了，入乡随俗吧。我当时每天在家学中文，出去没有事干，放松的玩而已。一般在家门口买了东西吃，可能过了2个星期才发现那边有真的超市。第3周，我和女朋友打算去海滩玩一玩，我们公寓管理提供免费的接驳车开过去，所以我坐在他们高尔夫车后面，然后司机就慢慢出发了。当时在停车场开的速度没有人走路的快，然后我的口罩掉下来了。我那一瞬间突然勇气爆棚，感觉那么小一件事情让司机停下来有点不好意思，而且跳出去拿可能更帅。突然间发现很多人在我的旁边，我糊里糊涂地说：“我在哪儿？我怎么在泰国？”我们房东是很好的人，房子是他们给我们住的，正好他们在停车场旁边的人说我要去医院，但房东说一定要去国际性医院，要不然可能活不下去。所以我们就开车过去，路上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但到了医院之后，记得一个很温柔的泰国男医生过来跟我解释要做手术，脑袋里面出血了，所以脑子就肿起来了，要在我脑袋上挖掘一个很小的洞，缓解一下压力。后来发现我这个最近才认识的女朋友自己付出了1万多美元当定金。一个护士过来给我打麻醉的时候，我对自己想，我很有可能活不下去，心里还是准备好。手术做完，我醒过来的时候，记得我的房东等在那边，那不就是一条龙服务吗？女朋友回家拿东西了，又跑过来，我还跟我老爸打个电话，他也着急死了。到了晚上，我一个人待在 ICU， 发现一大群漂漂亮亮的护士在监护我。
但给我装导管的是男的。其实装这个东西比摔倒要多疼几倍。后来一个女护士过来给我酸奶喝，我拿着个勺子，发现我这个可怜的样子很弱，连一个勺子也抬不起来。看着这个移不动的手，我就落了一滴泪。护士说：“你不用哭，明天就好了。”第二天，我打开了手机，继续学习中文单词。让我至今是我还记得所有学过的汉字，就像我完全没问题。第3天，我出院回家，医生说可以马上开始锻炼身体。第4天，我又开始去健身房。总结来说，一个井底之蛙，开始在体验其他的文化的时候，会不知不觉学一些不适合的习惯。有些行为在你自己老家很安全，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并不是。那无论你在哪，你当然不用从某一个车跳出来吧。但还有其他的场所，我没想到会很不安全。其他人不注重安全，也可能会耳濡目染地影响到你的行为。因为不小心，我差点付出了我自己的命。我拿着枪的时候会很小心，开车会很小心，但有时候某一些场合没我们想象中的安全，所以无论什么情况都要了解那里会不会安全，一瞬间就可以有不堪设想的后果。所以我希望你不用亲自体验，就可以一直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。我这个手指好了，希望我能多保养自己，毕竟身体只有一个。那么谢谢大家来看我讲的故事，下次再见。ouch。